我記得我上年咧都做咗一個2021年嘅展望嘅影片嘅，咁當時就係講呢個股市同債市啦。咁今年咧我亦都收到有人問我幾時會做喎，咁咧我就花咗一啲時間去準備呢段影片啦。咁多謝你哋等待啊，等咗咁耐。咁另外咧都有人問我平時用開啲咩戶口去做買賣嘅，咁咧我自己咧如果加密貨幣我就用 CXIO 就係英國註冊嘅。咁另外咧 First Trade 啦美股，同埋咧如果你想買多啲唔同國家嘅股票咧，你亦都可以用 Saxo。咁咧我喺下面就放咗一啲開戶連結嘅啦。咁有啲咧亦都係會提供咗一啲開戶嘅回購優惠嘅。咁記得用翻呢條 link 嚟支持下 Ring is Here 啦。好，呢度都提一提啦。呢段影片咧純粹係分享嘅用途，就唔係咧一個證券買入同埋賣出嘅建議。咁投資有風險，記得喺買賣之前咧自己做足功課啦。今集嘅內容咧分開兩部分。第一部分咧我就會分析翻成個2021年同埋2022年咧，我哋係咪處於一個極端失衡嘅經濟狀態咧？另外我都會同你哋睇一睇成個宏觀市場嘅發展。第二個部分咧，我就會講翻我對2022年股市、債市嘅睇法，同埋我有咩部署啦。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咁其實咧，我自己睇2022年咧，將會係一個非常之關鍵嘅一年。我會講話，我哋而家處於係一個咧係非常之失去平衡嘅經濟狀態。喺宏觀市場同埋經濟學嚟睇咧，有幾個部分我想同你哋咧分析下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有極高嘅槓桿率。根據金融業監管局咧 FINRA 嘅數字顯示，截至去到2021年嘅10月嘅31號，保證金債務 margin debt 佢已經達到咧歷史嘅水平啦，係講緊935.8個 billion， 按年係大增41.8%。咁 margin debt 係咩嚟嘅咧？保證金債務即係指交易員咧 trader 通過利用佢哋嘅保證金 margin 戶口啦，即係香港人叫嘅孖展戶，喺佢哋嘅經紀人借入一啲嘅金額，而呢啲 margin debt 咧係可以用嚟買入股票，或者咧係賣空股票。美國嘅 Regulation T 咧就規定咗喺股票買賣嘅初始保證金咧最低嘅設置咧係至少有50%，即係話投資者只係可以承擔喺佢哋賬戶餘額裡面50% 嘅保證金嘅債務。對比起2020年3月份，當時嘅 margin debt 咧係479個 billion， 而去到2021年嘅3月咧就去到822個 billion， 係講緊71% year on year 嘅增幅。其實喺過去咧25年以嚟咧，淨係出現過3次。呢個 margin debt 係按年嘅同比增長係多於60%。第一次就係互聯網泡沫爆破之前冇耐嘅1999年至到2000年嘅時候。第二次咧就係金融危機 financial crisis 之前啦嘅幾個月。咁嗰陣時係講緊2007年至2008年左右啦。咁第三次頭先我講過㗎啦，就係上年3月同埋今年3月嘅時候上升71%，而到依家咧仍然處於一個歷史嘅高位，亦都可以反映咧依家成個市場係極端失衡嘅數字之一。其實利用呢個 margin debt 咧係可以用嚟咧增大你喺交易上面嘅收益，但係佢都可以好快速咁樣增加你嘅損失。上一次我喺呢一段直播嘅時候咧，我就講到保證金呢樣嘢喺你呢個資產嘅價值跌緊嘅時候所引發嘅雪球效應咧，因為經紀行都會有權去行使強制平倉，所以令到呢個資產嘅價值，例如 Bitcoin 或者股價咧，佢下跌嘅速度咧比你想象中會更快更大。第二個可以反映我哋而家市場咧正係處於一個失衡嘅狀態咧嘅其中一個指標，就係睇翻我哋嘅公共開支同埋刺激措施係有幾高啦。其實自2020年3月咧，呢個援助救濟同埋經濟安全法案咧就喺美國度通過。上年3月開始咧，美國政府已經向所有嘅美國人咧發放第一次嘅美金1200蚊嘅支票，而之後同年嘅12月咧喺佢哋嘅救濟措施方案裏面咧又派多600蚊喎。咁3月份咧，拜登咧又簽署咗咧美國嘅救援計劃啦。咁每人咧又發放多1400蚊。所以自從肺炎爆發以嚟，其實美國嘅國稅局咧一直都係向緊幾億嘅美國人咧直接派錢。而近期咧，我又聽到有消息指咧，美國嘅政府可能喺聖誕節左右咧再次宣布第4輪嘅派錢方案。而根據上嗰3次嘅經驗嚟睇咧，其實每次派錢嘅消息公布
佈之後咧，都會有一個短暫刺激翻呢個股市上升嘅。不過咧，呢啲派錢嘅行動咧，其實就唔係冇代價嘅。呢啲刺激市場嘅巨大資金咧，其實就造成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太充裕啦，直接咧就將所有嘅資產價值越推越高，亦都造成近一兩年股市估值咧係極端失衡，所以咧就換嚟一個更大嘅問題啦。亦都係我想講嘅第三點，就係高通脹啦。其實呢個問題咧喺我唔同嘅影片裏面咧都已經分享過啦。通脹咧喺2021年年初以嚟咧，其實就不斷咁樣加劇緊。喺啱啱過去嗰個星期五咧，我之前都有提過，大家要留意一啲 CPI 嘅數字㗎啦。美國嘅通脹率咧飆升至到6.8%，係講緊40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當中咧以食品啦、能源啦同埋住屋嘅成本咧，造成呢個通脹飆升嘅主要因素，而所有咧影響到我哋人類基本生活嘅物價咧，都係自1982年6月以嚟咧最大最高嘅增幅。其實咧，我而家喺韓國啦，咁韓國咧亦都係處於10年以嚟最高嘅通脹，而加拿大咧亦都係近18年以嚟咧最高嘅通脹。其實咧，佢好多個國家，唔單止美國，都利用呢個派錢嘅行動啦，即係印銀紙去救援成個咧肺炎帶嚟嘅經濟傷害，同埋咧所有嘅民生問題啦。咁好多國家咧喺印完錢之後咧，都要面對同一個問題啦，就係通脹加息。所以對2022年嚟講咧，成個市場其實最大嘅憂慮咧，仍然係通脹同埋加息。咁通脹咧，其實就衍生兩個最大嘅問題。第一就係咧，工資追唔到物價，即係咧亦都代表一個早期滯脹嘅反應㗎啦。高通脹咧，即係意味住所有嘅嘢嘅成本咧都喺度上升緊啦。你嘅收入嘅增長亦都唔足以去抵消呢啲物價嘅上升。咁睇翻美國勞工部一啲工人嘅人工嘅數據咧，裡面就顯示咗啦，喺2020年11月咧，美國嘅一啲私人公司嘅全職工人佢哋嘅時薪咧係29.61美金，但係咧呢個數咧喺上個月就升到去31.03蚊嘅美金，呢度係講緊咧上升咗4.7%。但係頭先我都提過啦 ，CPI 嘅上升咧係講緊6.8%，即係話咧佢哋依家咧生活成本上漲嘅速度咧，比佢哋嘅人工升幅咧係快成40%。而呢個人工追唔到通脹嘅話咧，就會直接打擊消費，亦都打擊咗企業嘅擴張。因為咧人工啊、原材料生產嘅成本啊，全部呢啲咁嘅上升咧，都會打擊翻咧企業嘅利潤。而加息咧，亦都不利呢個企業嘅借貸。一啲成長中嘅企業嘅活動咧，佢嘅擴張咧有機會要減慢，因為咧佢哋嘅借貸成本太高啦。第四點就係頭先我都提過啦，就係縮表同埋加息嘅週期啦。咁2022年咧，我就會話係一個所謂商業週期咧，可唔可以恢復翻正常運作裡面最關鍵嘅一年？我會講其實2020年同埋2021年咧，都唔係一個正常嘅經濟嘅狀態嚟嘅，亦都係我頭先講嘅失衡嘅情況啦。其實呢啲失衡嘅情況都係源自於咧肺炎引發嘅經濟衰退同埋一啲民生嘅問題。而市場普遍咧預計咧喺出年嘅年中開始咧就會加息㗎啦。對我嚟講咧，加息咧係將一個極端失衡嘅經濟狀態咧重回軌道嘅過程之一。其實成個美國以至全世界嘅商業週期咧，要係恢復返正常咧，佢哋一定要經過呢一個艱難啦、痛苦嘅加息同埋縮表嘅階段。雖然加息咧對中短線嚟講咧係對股市不利，但係咧我自己認為係一個必須嘅。其實經濟週期轉換咧喺歷史上面咧都係唔可以避免嘅一樣嘢。咁我哋過去嘅2020年係有一個經濟衰退。去到2021年咧，係一個經濟刺激嘅週期。咁去到2022年咧，係變翻一個縮表同埋加息嘅階段咧。其實係我睇落去咧，係一個必須要經過嘅階段，亦都係咧對將來2023年、2024年咧整個嘅經濟發展同埋每個國家咧點樣去重回一個正軌咧。其實咧2022年咧真係一個最關鍵嘅一年。好，依家去到第二個部分就係我對股市同埋債市喺2022年嘅睇法同埋部署啦。咁我哋依家咧先睇一睇喺2021年咧最大嘅贏家同埋輸家係乜嘢咧？你畫面咧就睇到咧各個資產咧喺2021年嘅回報 ，Bitcoin 比特幣啦、Oil and Gas 同埋美股，其實喺2021年咧係俾咗我哋投資者最好嘅回報。相反，債券同黃金嘅回報咧都唔係太好。而睇一睇道瓊斯喺2021年咧，截至今日為止咧，整年係已經上升咗18%，S&P 500咧係上升26%，Nasdaq 咧
納斯達克指數係上升咗22%。根據 Bloomberg 嘅計算咧，如果我哋剔除 Apple 啦、Microsoft、Amazon、Alphabet 即係 Google 啦，同埋 Tesla 等等10間最大嘅科技公司咧，其實2021年嘅 Nasdaq 咧淨係升咗3%嘅啫。而喺 Nasdaq 裏面咧，總共有3600幾隻嘅股票，而當中咧有2/3咧嘅股票嘅依家嘅 trading price 咧係低於過去200日嘅平均價格。其實咧200日呢個平均價格咧，其實係講緊一個長期嘅股票嘅走勢。所以如果你睇翻成2/3嘅股票咧，佢哋嘅 trading price 咧都係低過200日嘅平均價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形成一個中長期嘅下跌嘅趨勢，而當中咧以投機成長股咧，佢哋佔 Nasdaq 裏面指數咧，其實係講緊一半以上，50% 以上。咁我之前都有提過㗎啦，加息咧會對呢啲成長中嘅科技股、中小型 cap 嘅科技股咧，佢哋嘅打擊係最大，因為佢哋通常都係擁有一個比較高嘅債務比率，而佢哋高債務比率，即係佢哋嘅借錢成本咧，亦都會提高啦，喺加息期間。所以亦都係我哋睇到點解喺2021年咧，整體講緊中小型嘅科技股咧，其實佢哋普遍嘅表現咧都唔係咁好。第一就係佢哋本身喺2020年至2021年年頭咧，佢哋嘅估值已經係超級過高啦。第二就係普遍嘅投資者亦都係預計緊咧，長遠有個加息嘅週期，對於啲中小型嘅科技股嘅投資資金咧，大部分都被抽走啦。我提過好多次㗎啦，其實成個市場咧係講緊一個對未來嘅縮影，所以咧依家嘅股價亦都好大嘅程度係反映緊咧加息同埋縮表嘅擔憂，即係指市場普遍喺度消化緊咧美國聯儲即將要取消呢個寬鬆嘅貨幣刺激嘅政策啦。過去2021年大部分嘅時間，包括我自己啦，仲有大部分嘅投資者咧，其實都係逃走緊，由一啲投機性嘅科技股上面嘅投資咧，轉移咧將呢啲資金咧去買一啲比較穩健嘅公司嘅股票，或者係估值比較平嘅股票。咁之前咧，如果你哋有留意上1-2個星期咧，好犀利嘅 DocuSign 啦、拼多多啦，佢哋都跌咗好多啦。咁之前佢哋個估值其實係非常之高，咁而家睇翻佢哋回調咗咧，講緊已經係50% 至70% 不等。其實呢兩間公司咧，暫時性佢哋嘅銷售額係非常之高，但係咧佢哋仍然係蝕錢緊嘅公司。其實好多投機成長股咧，財政狀況都係差唔多，咁好高嘅 sales。但係咧就未有盈利。咁其實 DocuSign 咧喺我早大概2個月之前啦，其實我喺 Patreon 咧有同佢哋講過我要套利嘅。當時我係要做 rebalancing 去放貨啦，係大約300幾蚊左右。咁依家咧係跌到大概130至140蚊左右。咁咧我自己依家咧都仲有啲倉位喺低位嗰度咧，慢慢會再加貨嘅。咁而我哋又睇翻啦 ，Apple 同埋 Google 咧都徘徊喺一個接近佢哋自己歷史高位啦。咁所以咧就有人問我啦。咁呢啲大型嘅科技股會唔會繼 DocuSign 啊、拼多多之後咧，成為2022年下一堆要崩盤嘅股票咧？咁頭先都有提過少少噶啦 ，Nasdaq 咧今年喺2021年咧2/3嘅升幅咧，都係由呢啲科技巨頭包辦啊，即係 Microsoft、Google、Apple、Tesla 等等啊 ，Nvidia。其實我咧自己就睇成個大市會唔會崩盤咧，係取決於 Fed 即係聯儲啦，佢哋推出呢個量化寬鬆呢個計劃嘅步伐有幾意外，即係我用意外嚟形容咧，係因為其實依家成個市場已經係消化緊，亦都係接受緊聯儲要加息，大家都係預計年中左右啦。咁但係如果提早嘅話咧，咁即係話呢個叫意外啦。所以如果加息嘅步伐係突然之間好快，仲要將呢個利率咧保持一個高位嘅話咧，咁嘅情況咧就會令到市場非常之恐慌，咁咧亦都有機會造成咧呢個大型嘅科技股咧都要崩盤。不過咧我呢段影片錄嘅時候咧，就喺 FOMC 12月15號同埋16號佢哋嘅會議之前嘅錄嘅，咁所以咧我到依家咧都未知 Fed 佢哋自己嘅加息嘅態度啦，同埋佢哋嘅時間表係有幾意外定係冇意外，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咧係繼續密切去留意呢個 Fed 啦，係 FOMC 佢哋嘅會議嘅結論係點啦，同埋聯儲嘅主席鮑威爾有時咧佢都會出嚟即係公開一啲演講啊，或者一啲自己對市場嘅睇法。咁佢哋嘅一言一行咧，
就會直接影響到成個股市嘅波動啦。不過加息咧，一般嚟講對傳統嘅銀行同埋金融股係有利嘅。咁呢個都講咗好多次啦。銀行啦、證券公司、抵押貸款公司，仲有保險公司，呢啲公司嘅收入咧，通常都會隨住利率嘅上升咧而增加，因為咧佢哋係貸款出去嘅公司啦，咁所以咧佢哋貸款期間咧，亦都可以收取更高嘅利息同埋利潤啦。咁至於工業啊、消費品同埋零售業咧，有機會都可以喺加息週期裡面咧跑贏大盤，不過大前提要係成個經濟面都要好咧，同埋係即係經濟蓬勃嘅時候，呢啲咁嘅產業咧先有機會係會受惠嘅。美國嘅經濟咧，暫時喺 S&P 500嚟講，大型嘅公司佢哋個 earnings 業績表現其實都幾好嘅，都超出大部分嘅分析師嘅預期。咁但係咧，一啲細型少少嘅公司，佢哋業績咧會唔會係冇咁穩健？比較容易受到變種病毒啊，或者一啲通脹嘅影響啊，或者係一啲高失業率啊，或者人工上漲啊，一啲咁嘅環境大圍嘅因素影響咧，咁就係大家咧要小心要留意翻呢啲股票啦。咁我哋係咪應該淨係買傳統嘅價值型投資嘅股票咧？科技股係咪就係唔好買冇投資啦？其實上年3月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做咗呢段影片。當時咧我就教過你哋咧喺唔同嘅經濟週期裏面咧，增長型嘅股票同埋價值型股票咧嘅表現係點樣嘅？其實增長型嘅股票咧，即係 growth stock 啦，我哋普遍係指科技股啦。咁而價值型嘅股票好多都係一啲傳統嘅工業啊、零售啊、公用事業啊、銀行股等等啊。呢個圖表咧就話咗俾你哋聽，喺呢個緊縮嘅週期裏面啊，即係加息週期裏面 ，growth stock 即係咧增長型嘅股票，佢嘅平均回報咧就係13.8%，而價值型股票嘅平均回報咧為10%。量化寬鬆週期裏面，增長型嘅平均回報率咧就係26.2%，而價值型股票咧佢嘅回報率咧就係13.8%。去到穩定利率期間咧，增長股嘅收入咧亦都係高於價值股嘅，所以你自己咧就要先明白啦。增長型嘅股票，無論喺任何嘅週期裏面咧，其實佢哋嘅表現咧仍然係會好過呢個傳統嘅價值型股票。只不過喺呢個加息週期，即係緊縮週期裏面咧，佢哋呢個科技股同埋呢個價值型股票，佢哋嘅回報差距咧先會縮窄。咁亦都係咧代表呢個價值型股票，佢哋喺整個加息嘅週期裏面咧，佢哋嘅表現會較佢哋喺之前減息嘅週期裏面咧會更好。所以我喺呢度，我唔會話俾你聽唔好買科技股嘅，因為整體嚟講都係話俾我聽，科技股咧佢哋嘅表現長期嚟講都係跑贏你嘅一個價值股嘅。對於我嚟講，2022年咧，你係要準備充足現金嘅一年，隨時準備咧有跌市嘅時候要買貨。咁我自己覺得咧，20% 嘅現金咧係一個比較好嘅部署。咁你哋要預咗2022年咧唔會係一個容易去投資嘅一年㗎啦。通脹加息呢個消息咧，雖然講咗好多個月啦，咁而家咧現階段嘅遠期嘅債券收益率咧唔升反跌，成個 yield curve 咧係越嚟越平坦，即係代表咧市場對經濟嘅前景係有疑問，亦都係反映咗經濟嘅發展步伐咧已經係緩慢咗，所以成個市場個方向啊喺現階段嚟講咧仍然係比較混亂，所以令到投資者或者交易員冇信心之下咧，唯有將啲資金咧轉向一啲避險型嘅資產啦。上次咧我就出咗2段有關債市嘅分析嘅影片嘅，咁就喺呢度。咁我自己其實咧已經係接近放棄成個喺債券市場上面嘅收益㗎啦。依家我買債券咧，淨係會放喺呢個短期債上，用嚟咧對沖呢個黑天鵝事件嘅啫。咁因為係對沖作用啦，所以我就唔會再以一個長線目標去持有呢啲債券嘅。咁咧我就會建議你哋睇一睇我上次2段影片咧，講翻債券上面嘅分析。咁我手上咧銀行金融股咧，我就有持有 JP Morgan 同埋 Goldman Sachs 嘅。咁 XLF 咧呢隻金融嘅 ETF 咧，大家亦都可以考慮。咁我上次豬豬組合都有介紹過，但係我喺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呢啲銀行金融業嘅股票或者 ETF 咧，我就唔會建議持有多於5年嘅。咁因為咧，整個嘅金融系咧本身就係一個周期性嘅產業，周期性嘅產業咧其實係唔適宜長期或者係永久去持有嘅。喺宣布加息
完結之前咧，你咧就應該要套利離場㗎啦。而傳統上面咧，能源股亦都會喺加息週期上面受惠嘅。咁大家亦都知道咧，2021年係 Oil and Gas 嘅指數咧已經平均上升咗48.62%。咁我呢度咧又要提翻啦，因為成個市場係喺度買緊未來嘅方向，所以我認為咧對 Oil and Gas 利好嘅消息咧，其實已經 price in 咗喺佢哋現有嘅 current price 裏面啦。所以如果你問我2022年應唔應該再投資喺 oil and gas 咧，我自己係抱一個非常之審慎嘅態度去睇，因為喺2021年咧，佢哋已經有一個好急嘅升幅啦。反而對我嚟講係 buy low。即係咧，趁低買入啦。我反而會睇一睇咧，科技股如果佢哋喺股價受壓嘅時候咧，我自己會選擇分段入貨。而目標年期咧，亦都係3至5年以上啦。會期待翻咧喺出年嘅年底或者係2023年咧，當有更清晰嘅加息嘅進度啊，同埋咧縮表進度嘅時間表出埋之後咧，其實我自己長遠睇咧，呢啲科技股係值得趁低吸納同埋長線持有嘅。而我亦都唔認為2022年係適合短炒嘅一年，就算你買入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即係 FANG stock 啊、Google 啊、Facebook 啊、Microsoft、Nvidia 咧，你都要預咗要有一個好長嘅耐性去等翻呢啲嘅回報。但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最差嘅經濟環境咧，應該就已經過去咗噶啦。但係咧，頭先我講過嘅幾種經濟失衡嘅狀態咧，其實喺歷史上面咧係非常之少見嘅。所以對我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傳統嘅經濟週期啦。就算要去回復啊，即係重拾正軌啊，成個過程咧都可以係一個唔尋常同埋唔傳統嘅過程。不過冇人會知道病毒嘅發展情況會點啦。如果2022年又出乎意料之外，聯儲面對呢個病毒變種啊，或者係嚴重擴散嘅話咧，佢哋亦都有機會將成個實際利率咧維持翻係一啲極低嘅水平，係好得意㗎。股市咧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咧繼續升高啦，資產嘅價值咧又會繼續提高啦，因為市場上面有好多刺激性嘅資金咧流入去呢啲資產嘅上面，所以咧呢啲資產泡沫咧，如果係唔加息或者係極度低利率嘅期間咧，只係會將呢啲泡沫咧越吹越大。咁另外啦，喺2022年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市場咧點樣揾翻佢嘅方向。頭先我提過咧係一個好混亂啊，大家冇方向就變咗要揀避險嘅資產，同埋揀一啲穩健嘅公司嘅股票去投資。有一個指標我會留意翻啦，即係我成日睇嘅 yield curve。咁要睇翻呢個 yield curve 喺呢個10年同埋30年期，佢嗰個債券收益率啦有冇回升？咁要留意翻有冇回升，即係代表市場對呢個經濟前景咧係咪樂觀？咁如果持續下降或者係喺低位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唔會建議咧係投資喺一啲高風險嘅成長科技股上面。咁但係我明白咧，依家呢啲咁嘅 small cap 同埋 medium cap 呢啲咁嘅成長股，其實佢哋已經回調咗好多啦。咁如果你哋覺得價格係真係好吸引嘅時候咧，如果你抱住一個長時間嘅投資嘅心態咧，你可以去試。我都覺得咧，即係你係可以去做一啲趁低吸納嘅。咁但係咧就要預咗投資年期會更加長，同埋亦都要嚴格去控制翻比重，按翻自己嘅風險胃口咧，先去吸納呢啲咁高風險嘅股票啦。咁至於 SPAC， 好多人都問嘅，我自己睇翻啦 ，SPAC 佢哋嘅風險未過嘅。咁早幾日之前咧 ，SEC 即係美國嘅證監咧，都仲講明要加強對 SPAC 嘅監管啦。尤其是係呢啲 SPAC 嘅上市公司，佢哋嘅財政同埋咧一啲資料嘅披露情況咧，要再加強。我之前都有提過啦，喺 Live 嗰度都有講過，喺 Patreon 咧都有講過幾次。自5月開始咧，我就已經逐步清倉晒咧手頭上嘅 SPAC 嘅股票，現時咧就冇持有任何 SPAC 嘅股票嘅。好，今日嘅影片咧就主要係分析翻我哋現時嘅宏觀經濟狀況啦，同埋咧我自己對2022年咧整個股市債市上面嘅展望。咁希望咧今日嘅影片幫到你哋啦，你哋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自己點睇2022年嘅市場呢？你自己會將資金咧放喺邊一個資產上面咧去投資呢？好，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